关于这件事儿，妈妈和爸爸已经谈透了。爸爸会关心妈妈，妈妈也会关心爸爸。可这并不代表我们还要在一起生活。其实你也不用太为爸爸操心。等房子分下来，他就从那筒子楼里搬出来了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我不是担心这些。告诉妈妈，林叔叔和爸爸，你更喜欢哪一个？那是不一样的。我的血液里流着爸爸的血。你知道为什么每次我去爸爸那儿都要把妈妈做的饭带给爸爸吃吗？有时候我会傻乎乎的想，也许这么带着带着，最终我就把妈妈也带回爸爸身边了。后天学校正式放假，要开家长会，我想让你和爸爸都参加。爸爸和妈妈都参加。你妈呢？来，爸爸还不知道吧？现在班里一半同学的家长都成了妈妈的客户加朋友了。找了你半天，跑这儿躲清闲来了。你说这甜甜，转眼就要上高3了，马上就要飞了。养个孩子就是这样，这将来要上个哈佛什么的，还连面都见不着了呢，一年一张明信片。这养孩子干嘛？这到头来还是怎么说来的？空巢。对，空巢。甜甜倒是长大了，咱们都老了。你一点都不老，越活越年轻了。业务还挺繁忙啊。还行吧。你新单位怎么样啊？哦，地方学院，条件有限。不过啊，不用再争什么课题，争什么学术1等奖，有更多的时间写点东西。甜甜呢？跟他们同学那儿聊呢。哦，那我先走得了，我去超市买点菜。啊？你不会是说你现在还给自己做饭吧？我现在什么都从头学起，包括做饭。哎，我发现啊，要想把菜煮得好吃啊，就像经营一个家庭、经营一段感情一样，是一个特有成就感的过程。可惜啊，这个道理我知道的太晚了。我走了。蚝油煮菜很香的，还可以拌面吃。我要是你，就买350毫升装的。你是单身汉，用不完该扔掉。你对烹调很有研究啊。略懂一点。哎，有没有空一起去喝一杯啊？
好吧？你和小米的事我听说了，恭喜你。我的确是跟他求婚来着，但是他没答应我。那是早晚的事。最近我一直在琢磨他犹豫的原因。他毕竟单身这么久了，前一段又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我想他需要梳理一下自己的心情。甜甜很喜欢你，甚至很崇拜你，我相信你们之间会相处得很好。谢谢你对我的信任。如果真的有幸成为甜甜的另一个爸爸的话，我一定会努力做到最好。对此我毫不怀疑。今天不是开家长会吗？甜甜呢？去他爷爷奶奶那儿邀功请赏去了。这次作文比赛得了个第1名，在全班又是第1。这2位老人啊，恨不得把天上月亮摘下来给他。要是今后我们超超能赶上甜甜一半，我就烧高香了。哎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看见周一鸣滑冰了。周一鸣滑冰？你说的就是那种歪着2只脚，像唐老鸭似的在冰上走来走去。你干嘛跟我说这个？哎，你是哪根筋又搭错了？林放那边你给人答复了吗？我第一次见他那样，我觉得他老了，也是在想，拼了命的想抓住点什么，也许就是他那种想拼命抓住点什么的精神吧，让人看了挺心酸的。你给我闭上眼睛。娜娜，你搞什么鬼啊？闭上。现在，气沉丹田，眼观鼻，鼻观心。想象一下，你跟周一鸣复婚了。再往下想，你俩今后的日子。看到什么了？看到你说的那种，伤口已经结了痂，可底下还在疼。这就对了。建立一个新世界，比摧毁一个旧世界，再建立一个新世界容易多了。哎呀，条件反射，我这条件反射。你晚上有安排吗？那你请我吃饭吧。本来我是想找一个简单一点的地方就好了，没想到你搞得这么隆重，好像是个多重要的日子似的。你今天主动打电话约我出来，是想给我答复吧？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，今天都是个重大的日子。来。不管答案是什么，我都承受得了。我想尽快和你结婚。你想好了没有？我想好了，明天你跟我去见以前的公婆，我答应过他们的。
个小米和林先生啊闹点误会，闹点别扭什么的，这事儿就给搅黄了。哎，没想到人明天就给带来了。明儿可得好好表现，别让小米不高兴。啊，对了，得给一鸣打个电话，让他明天回来。啊？你别是想搅局吧？上回一鸣领着小杨来，你就把小米给哄来了。想什么呢？你不懂。一鸣明天要是不来的话，小米不安心。瞪我干什么呀？哦，对，我今儿降压药没吃呢，你帮我把水和药拿来。哦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伯父你好。哎，快请进，请进，请进。哎，妈呢？在里边洗头呢。哎，林先生，快坐坐坐。你先走啊。哎，啊，茶都给你沏好了。好，谢谢。我正好过来，妈说头痒痒，我待会儿就走。小米呀，林先生来了，好好招待客人啊，我这就完。妈，以后我就是结了婚，我也每个星期都过来给你洗头。哎呀，小米，你的心意妈理解，可从今往后你就有自个儿的生活了，别老惦着妈啊。林先生人心好，不多心，可我和你爸这心里过意不去呀。再说现在一鸣啊可孝顺了，一鸣可以给我洗头，是吧？一鸣。对，妈说的对。小米，哎，快点，就等你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快坐下。哎，坐。人都齐了。今儿个呢，我们老两口特意把一鸣叫过来。哎，你们千万不要多心，更不要尴尬不自在。今儿个是我们全家祝福你们二位准新人，所以一个都不能少。一鸣的胃有毛病，甜甜基本没喝过酒，今儿啊都得破个例儿。哎，妈，一鸣和甜甜就别喝了吧，以茶代酒吧。不行，一个都不能免。我们叫你小林吧，叫林先生啊，有些生分。我们呀，把小米就交给你了，好好待他。我可把丑话说前头，你要敢欺负他，这儿就是他娘家，我们会给他做主的。来，我们祝你们恩恩爱爱，白头偕老。伯父，我会好好带小米的。坐。行了，都坐下吃吧，坐下吧啊。这可是小米精心做的菜啊。哎，小玲，你以前尝过小米的手艺吗？一两次吧，机会不多。你有口福啊，以后可以天天尝了。哎呀，我的汤。没事，小莲，吃，尝排骨。是。哎呀，烫死我了！啊，爸，这红花油找到了吗？上次奶奶用过的那个。啊，是这个吗？对。哎呀，轻点。还好没事。哎，林叔叔啊，妈妈没事儿，是轻伤。
没事就好。走吧。甜甜，想不想看看你的房间？来，你看。这是你的房间。看看主卧吧。走。这边。看看怎么样？这里光线挺足的，看看洗手间吧。啊。这浴缸怎么样？我专门订购的。挺好的。明天家具要进场了，你这个主妇要忙起来了。哎，小朋友，喜欢你的房间吗？当然了。妈，你也没睡啊？我本来想把这些照片分一分，给你爸留下一部分，可都是3个人的，怎么分啊？还有这些信，是我和你爸谈恋爱的时候，还有他去上海进修的时候，我们2个互相写的。我也想不好，是刘晓我写给他的呢，还是他写给我的？怎么这么难？没事儿没事儿，妈就想起些以前的事儿，心里有点难受。喂，爷爷。啊，他在。是爷爷。爸，你有事儿啊？哦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妈，老李呀，来，给我。哎，好嘞。小米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什么时候买的？上面有日期。
这是一鸣被怀疑得癌症的时候买的。爸妈，你们干嘛一直瞒着我啊？一鸣啊，怕你不接受，说好了让我们替你保管着，等需要的时候交给你。你现在要结婚了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还是给你吧。现在你也不一定缺这个钱，可这是一鸣的一片心呢。你就当是我们周家给你的嫁妆。妈，我不能要这个东西，这是一鸣所有的积蓄啊，他现在比我需要这个。爸，你替我还给他，你就说我谢谢他。这是记名国债，别人拿了也没法用啊。你一定要收下，不然他会伤心的。妈。为什么要这样？那个时候你的状态不太好，我非常担心你的将来。你是担心女儿吧？小敏，我们是离婚了，也吵过，也恶语相向过，可我一直在心里拿你当亲人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在我们吵得最凶的时候，我打算有能力也要照顾你一辈子。当我被怀疑得了癌症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最担心的是在我走人之后你该怎么办。女儿呢？你不担心女儿吗？我知道，我们的女儿很上进，她会长大，会上大学，然后爱上个什么人，最终会离开这个家。也许她会飞得远远的，飞到夏威夷之类的地方，所谓女大不中留嘛。而你会越来越老，尽管我父母视你为亲生女儿，但按照自然规律，他们也将先你而去。我怕到时候你老了，没了伴儿，会很孤单。更怕你得了病痛，无法承担越来越昂贵的医药费。我想给你留点有用的东西，本想给你买保险，可他们说我们离了婚，不是直系亲属，我不能给你买保险。后来我就买了这个国债，我想有了这笔钱，你就不至于惨到得了病没钱看吧。你这算是干什么吗？为我做这些，可你自己都要死了，你都不告诉我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吗？我以为他得了癌症，不告诉我，是拿我当外人了呢。原来他是在安排我的事儿。他丢不下我。杨菲菲走的时候说，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我。当时我以为他随便说说呢，看来他是知道这件事的。
这大概就是人们说的“一日夫妻百日恩”吧。他到底死的时候，都会为对方想。10年期，到你50岁的时候还可以兑现。他是怕那个时候啊，你做不动了，又没个什么保障，算他有心啊。这钱可以提前支取，也可以抵押贷款。周一鸣不是一个懂经济的人，他买这么一份东西，一定花了他不少心思。看来我真的是不了解他，起码不是全部了解他，只是了解他不好的一面吧。昨天夜里，我睡不着觉，我就把以前我们写给对方的信拿出来看，脑子里全都是跟他走过的这10几年。他怎么可以说他从来没爱过我呢？他得了健忘症吗？你看看那些信，他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的随便瞎说呢？你是气话，你就想听这个是吧？你怎么就转不过弯来呢？非得在这上面纠缠。淡淡月光心迷离，长长身影飘忽不定，流水心情隐隐，小小人生苦苦戚戚，昏昏街灯心里里，轻轻脚步漫无目的，冷风思绪酸楚，深深情深纷纷离离，仿佛看见你一个脸，心若爱了就像一个谜，曾经有过的明朗，被乌云狂风卷去。喂，是你啊？我想请你喝杯茶。好啊，什么茶馆？哦，请来我的陋室，好吧？哦，把地址给我吧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请进，好，坐吧。请喝茶。啊，谢谢。梁实秋的《寂寞》，好书。以前我也看过这本书，但只是浮皮潦草。最近再看，发现书中的观点竟然与我很有共鸣。我记得书中有一句：“寂寞是一种轻浮。”有时候，寂寞的确是一种难得的境界，可遇而不可求啊。没想到你对这本书也颇有心得呀。我这个人表面很低调，但骨子里却很自负、很浮躁。以前即便是静静地坐在那里，内心也很难安静。周围的电视、手机，任何一点声音都会干扰我。你在这间陋室里面，领略了梁先生笔下的寂寞境界。这里的人很杂很闹，但对我来说，却是一个难得的清静之所。在这里，我呼吸顺畅，耳根清净了，眼睛清亮了，真正领略到了梁先生
寂寞便是供人喘息的几口新鲜空气，这句话的意境。在这短短的喘息的功夫里，我开始重新反思自己的人生。我是谁？我从哪儿来？我向何处去？这些声音更冷静地在我耳边发出了质问。哦，对不起，我说的太多了。来，哦，我刚刚在想，如果不是我们各自所处的特殊位置，或许我们会成为难得一遇的知音呢。在我们俩的名字前面，很快就会加上前夫、后夫一类的词。男人这种动物啊，实际小气得很。如果我说我见到老兄倍感亲切，那一定是言不由衷的。好了，祝福的话我就不多说了。我深信，你和他过的，一定会比当年的我和他要好。今天请你来，我只是想向老兄啰嗦一两句，以尽我和他这10几年的相逢、相识、相顾的缘分吧。我洗耳恭听。他这个人很感性，有时候会感情用事，在气头上往往会得理不饶人。你不要跟他计较。但好在他极有反省精神，他坚信夫妻吵架不过夜的古训，所以呢，他能很快主动地检讨自己。以你的胸襟和智慧，处理这些问题一定是在我之上的。还有就是小女甜甜，你跟她相处得很融洽。我只想说一点，该教训的时候，一定要拿出做父亲的威严，不要太放任了。你好像在交代什么？你该不会学古人那样夫妻远游吧？正有此意。我报了名，作为本市几所大学联合成立的研究生支教团的带队老师，前往贵州山区支教1年。这个消息暂时不要告诉安小米，以免给他带去不必要的干扰。什么？是信。谁写的？可以告诉我吗？是他买的。他以为他得了癌症以后给我买的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你不是一直很羡慕我和朱莉能始终如一吗？其实我们也是离婚后又复婚的。我们结婚6年，我就背叛了他。当时我从单位下海，做点生意，发了点小财，就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和一个生意上的伙伴好了起来，并跟他提出分手。他很平静地接受了。分手过后3年，那个相好做手脚骗了我公司所有财产，还打着公司旗号在外面非法集资200多万，然后卷款而逃。公司不但面临破产，我还面临坐牢。这时候，朱莉也从单位下来，经营着一家效益不错的动漫公司。后来，她得知我的困境，就把自己的公司卖了，倾家荡产把我捞出来。我是不愿意拖累她的，但她的理由很简单，她说：“你只有我这个亲人，我不帮你，谁帮你？”后来，我们又复婚了，就和朋友联手打造了这家新的动漫公司，生意不错，业务蒸蒸日上。那时候我和朱莉感情也非常的好，
没想到2年前他突然得病，就这样离开了我。他还爱你吗？还是仅仅只是同情？我们不止一次谈过这个话题。他说分开这几年，他真的说不清还是不是年轻时那种爱情，但他对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，也许不叫爱情，却超越了爱情。那是一种骨肉亲情式的东西，是一种甘愿为对方付出而无怨无悔，而且能从中得到充实和快乐的感情。有一点我能肯定，复婚后这些年，我们过得很幸福。我们拥有宁静而充实的生活，还有心与心的交流。我们彼此已经成为对方血肉相连的一部分。我看出来了，周一鸣放不下你，你也放不下他。小米，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，这是事实。你们还有一个盼望你们和好的女儿。人生苦短，何必浪费这么多时间在怨恨上呢？多一点包容，让人生多一点色彩，大家都会活得轻松点。那你呢？你不想和我结婚了？想，但我希望你再认真考虑一下。我不想你跟我结了婚之后再想着前夫，这样我会很难受。可是他快要走了，去吧，跟他好好谈谈。晚了，恐怕来不及了。他要去哪儿啊？你干嘛？爸爸走了，去贵州，火车还有50分钟就开了。走。爸爸，我是甜甜，你在哪儿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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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知从何说起，只是有一种强烈的冲动，必须写下这封信。寄不寄出，寄往哪里，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必须要告诉你，在我来说，无论如何，死去活来，都一生有你。从那个一生难忘的春节开始。
服吧。哦，我自己洗。甜甜，爸爸，过年穿新衣服啦？爸，今年过年您回家吗？哦，春节后，爸爸的书就要出版了。过节期间，爸爸得赶工。那等书出了，您总能回家了吧？哎，甜甜，这2天你想去哪儿玩？爸爸抽出1整天的时间来陪你。你就是再忙，过年也得回家住几天，让甜甜也高兴高兴。出版社催得急，没办法。回家也可以写书啊，也没有人吵你。甜甜还不是每天写作业都写到11、2点。算了，还是在宿舍吧，资料都在那边，方便。一鸣，你觉得咱们这样正常吗？我们还像夫妻吗？小明，其实我一直想好好跟你谈谈。那你为什么不谈？你1个星期回家1次，跟我都说不到5句话。可能是你们单位的事不顺吧，我觉得你的状态一直不好，总有一股不明火。是吗？我跟你吵过闹过？要真吵闹出来，反而倒好了。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我心平气和的听着。还是等过了年再说吧。有话为什么不说？一定要等呢？你不觉得我们已经等了太久了吗？待会儿不还要去咱们那儿吃年夜饭吗？回头再说吧。我给你开门啊！甜甜，快给爷爷做席呀！走，年饭开始了，吃年饭喽！快！快传年饭！这么丰盛啊！哎呀，都是我爱吃的。我最喜欢吃这个。别，待会儿。祝二老健康长寿。好，干杯！小美，来，我说，我代表老两口，祝你们小两口恩恩爱爱，白头偕老。祝我们小甜甜健康快乐，永远是考班上第1名。干杯！干杯！奶奶，我都这么大了，你怎么还叫爸妈小两口啊？我和爷爷是老两口，那他们俩在我们跟前，不永远都是小两口吗？也祝一鸣的书啊早日出版。他这1年多可是够辛苦的。来吧。他辛苦，小米比他更辛苦，家里事大大小小都他一个人扛着。啊，对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春节这些日子好好陪陪小米和甜甜，一家3口像个3口的样儿。平常总见小米一个人带着甜甜出出进进的，哪能看你这当爹的影子啊？喝。哎，
是爸爸的。嗯。喂，喂，你说话。哎呦，这信号不好。喂，你等一下，稍等，等一下，哎。谁呀？真是大年30了，还让人过不让人过？可能是拜年的吧。来，甜甜，吃奶奶做的这个菜来。沾点酱，沾点酱。爸啊，那个院里的年轻教师樊涛啊，喝多了，他爱人又不在北京，我得过去看看。他喝多归他喝多嘛，你去管什么用啊？他在电话里胡说八道，他爱人又不在，我怕他出什么事儿。这不喝多还能给你打电话吗？蒙头睡一觉就完了吗？哪儿也不许去。要不让一鸣去吧？啊，樊涛一直跟他关系不错，今儿个也该关心关心人家，啊。妈，我还是得过去看看。那我走了。昨下午4点钟的飞机回来的。你看，都20好几的人了，怎么还跟小孩子似的，心血来潮啊？我想你了。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况且咱们分开还不到10天呢。我想陪你一起听新年的钟声嘛。本来想等你在家吃完年夜饭，晚上11点再给你打电话。可这宿舍平时热热闹闹的，一到过年啊，好冷清啊。我不是来了吗？我在广州给你买的，穿上试试。你的那些衣服啊，太老土了。很合适嘛，一下子年轻了10岁呢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，拜年啦！甜甜，你爸跟你妈在你们家吵架没有？没有。小米，你在那瞎忙活什么呢？快来看春节晚会呀！妈啊，我做了醒酒汤，我想上樊汤那儿去看看。这深更半夜的，明儿再去。
去就去呗，大地去啊。吃完了以后你直接回家，何一鸣别上这边来了啊。甜甜，过春节了，在奶奶这儿多住几天成吗？没问题。你可不没问题啊，这好吃好喝的。告诉了啊。哎，听话点啊。妈再见。路上小心啊。好嘞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又多了一个新的亮点，那就是全国32家电展呢都派出了各自优秀的主持人作为新春新的联欢晚会现场。大家。观众朋友们，我先做个揖，给大伙儿拜年了。跟他不一样，我给你敬个礼，你也给大伙儿拜年了。啊，麻烦您请问，樊涛是住在这一层吗？哎，对，就是这边的第3家就是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哦，不客气。李伟健给您磕头，过年好。来了。哟，师母，您这是？谁呀？啊，你好。哟，师母来了。樊涛，你怎么不让师母进屋啊？你好。有麻烦了。樊涛。哎，喂，周老师，师母刚才来过了。啊，知道了。他知道了。知道就知道了呗，反正早晚他也得知道。我今天就跟他摊牌。小米，我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告诉你。大年30最合适了。他是谁？杨菲菲。你们到什么程度了？我不想欺骗你，我也不想为自己开脱。我们相互爱慕，有共同语言。上床了？我们能不能不用这种方式谈话？哪种方式？你跟他都上床了，你要求我哪种方式跟你说话？啊？多久了？1、2年了。1年还是2年？1年半吧。谁主动的？干嘛呀？审问。没什么主动被动，是缘分。缘分？缘分就可以随便乱搞男女关系？
老师就可以和学生上床吗？你说话客观点。他硕士毕业都快2年了，他不是学生，是助教。我跟他是真心的，没你想象那么肮脏。你怎么想？我想离开你。离开？什么意思？小米，我们离婚吧。这就是你想说的？我说的是实话。休想！我不想闹到法庭上去。但如果你不同意协议离婚，那我只有起诉。起诉？你什么理由？夫妻感情破裂。破裂了？我从来没有认为我们感情破裂了。可是我们分居已经1年了，可能你不知道，根据婚姻法，一旦分居满2年，就视为夫妻感情破裂，法院就准许离婚。当然了，我也可以申请去国外做1年的访问学者，拖够2年，何苦呢？早晚我们都是个离。你搬出去不是为了写书，你早就打定主意，可我却蒙在鼓里啊！我这么做，我是猜到了你的反应。我想给你创造条件，让你能够很现实地面对我们之间的问题。我本意上不想闹到法庭，伤了大家的和气。你说的可真轻巧啊！你伤的是和气吗？你伤的是我的心呢！你怎么可以这么冷静？为了离婚，你处心积虑，计划之周全，准备之充分。我告诉你，没有这么简单。13年，我从来没有认为我们分开过。你不要以为你人为的制造一个分居，你就可以一脚蹬了我。分不分开你说了不算。如果你执迷不悟，明天我就向学院递申请，下学期我就去国外。新衣服挺时髦的，杨菲菲的手臂吧。樊小米，哎，樊小米，樊小米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松手！樊小米，你干什么？你撒手！疯了你！你疯了！疯了你！樊小米，等你冷静下来，我再跟你谈。你滚！滚啊你！你太粗心了，表姐。姐夫才40出头，他能将近1年不碰你，在外面肯定有事儿，他又不是和尚。我怎么能没感觉啊？身边最亲近的人变了，心在不在这个家，我心里是最清楚的。可我就是一直不敢面对。我老是反反复复骗自己，说他工作忙，压力大，我们也都老夫老妻了，不像年轻时候那样。可他怎么能跟那杨菲菲啊？他管我叫师母啊！
在我们家进进出出这么多年，我最不能容忍的，就是周一鸣，为了达到跟我离婚的目的，他居然有计划、有步骤的算计我，他人为的制造分居。他说分居满2年，法院就判自动离婚。他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人心怎么都变成这样了呢？分居2年，法院判自动离婚，他说的。他说他研究过婚姻法，我们现在都已经1年了，他要出国做1年访问学者，回来就要跟我离。好个周一鸣啊，跟我们玩这个。现在他在哪儿？哎，娜娜，你等会儿我啊。周一鸣，出来！娜娜，你别掺和了，行不行啊？他在欺负你娘家没人。有什么话进来说。你也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见不得人呐。求求你别说了。哎呀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我真想把你那个心给扒拉出来瞧瞧，究竟什么形状、什么颜色的？你怎么跟我说话的？你有什么资格？怎么了？我这么说算客气了。你周一鸣是教授了，你了不起了，你在外面有人了，你不爱了，这都没什么，都很正常。可是你解决事情的方式让人太恶心了。你算个男人吗？这计算我表姐。我怎么算计他了？分居2年，法院判自动离婚，你在偷换概念。本人上个月才离了婚，婚姻法我比你吃得透。婚姻法规定，夫妻双方因为感情不和而分居满2年，视为感情破裂，应当准予离婚。你周一鸣当初办这理由是写书对吧？你马上要出国的理由是做访问学者对吧？你跟我表姐根本不是因为感情不和而分居的。你别以为你教授智商高啊，别人都傻蛋，都可以被你玩弄于股掌。挖这么个智力陷阱，就让我表姐往里面跳。你想1分钱也不花，1份责任也不负就离婚，你做梦！打中你这条毒蛇7寸的吧？你可以问问你表姐，我们俩的感情现状。少跟我咬文嚼字的，这夫妻感情本来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。只要我表姐一口咬定根本不存在夫妻感情不和，你周一鸣就没辙。行，你也可以坚称夫妻感情不和，那咱们就把你在外面有人非法同居事给端出来，你这是过错犯，还可在我表姐手上了。这离不离，怎么离，都是我表姐说了算。别喊了，行不行啊？我明白丁勇为什么跟你离婚了，难怪他说你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女人。他出去打牌，出去赌，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家里觉得太压抑了。甭管他为自己找什么借口，终究就赌棍一个。你也一样，别打着找了什么真爱的幌子，干出他们偷鸡摸狗的事儿。哎呦，娜娜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走吧，求求你了。嫌我骂周一鸣骂得太狠了。我了解他，有些事儿他是做不出来的，肯定都是那杨菲菲逼的，好多主意肯定是杨菲菲给他出的。你呀，让我怎么说你呢？你现在可得想清楚了，是要留住周一鸣，还是让他偷层皮走人呢？娜娜，我从来都没想过我会离婚。我相信他是一时糊涂，他早晚会回心转意的。如果他不呢？我现在就想保住这个家。甭管离还是不离，你就准备偷层皮吧。
妈，今天是初一，你别跟个劳模似的，好不好？最后一件了，马上就好啊。哎，爸爸呢？出去了。出去了？啊，回学校了？不是，说是去取什么资料去了。不是让你在爷爷奶奶那儿多待2天吗？你着急回来干嘛？哎呀，我回来拿数学作业。奶奶吩咐了，说爸爸好久没放假了，让我给你们留点2人世界的空间。啊，你爸说要好好带你玩1天，我会提醒他的。哎呀，不要啦，你们过好你们的2人世界就行了，我就不当电灯泡了。哎，不过妈，你得给我爸说啊，这天啊我给他存着呢，以后他可得给我补上。哎，还有，您不是说好了吗？明年结婚纪念日去丽江旅游，到时候别忘了捎上我这个电灯泡啊！我走了啊，拜拜。你又来干什么？我就是心里憋得慌，想找娜娜说说。我也没想到，她这么沉不住气。他把我说的那么不堪，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一鸣，我承认，这些年文工团不死不活的，我这心里气儿不顺，再加上每天忙家务，忙着照顾甜甜还有爸妈，我是忽略了我们之间，我们夫妻间的感情保鲜。可我心里是很在乎你的。你忘了我们上次还说，等到明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，我们一家3口要去丽江旅行的。那是你在说。我承认我们是有问题，可是人人都有问题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。别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想不通，我到底错在哪儿了？你没有错，是我们的婚姻出了差错。可我们连架都很少吵的。那是我们连吵架的情绪都没有了，我们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，除了甜甜2位老人油盐酱醋，就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了。我只听说过别的家庭会有这样的事儿，我从来没想过我们家会出这样的事儿。一鸣，你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们一定会度过这一关的。你大概还没有明白，安小米，我们结束了。我讨厌我的生活，我讨厌生活在谎言之中。你要是因为小杨的事自责，你只要回家，我保证既往不咎。你没有听我说，安小米，你从来都不肯听我说。我要离开你，我的心早就不在这儿了。要是我以前错了，我一定改，还不行吗？问题不在你，而在我。我不能够再这样生活下去了，到此为止吧。我要为自己找个出路。你为你自己找出路了。那我呢？
哎，发什么呆呀？妈，您的肩膀还疼吗？哎呀，白天胡混着还没什么，晚上怎么躺都不舒服。哎呀，这2个肩胛骨啊，说不出那什么味儿，就像揪到一块了，老想拿那手指头去掐它。还是风湿痛，一会儿我给您揉揉啊。哎，妈，我给您揉揉肩膀了。好。一鸣这2天干嘛呢？赶稿子呢。哟，就急成那样啊，2个年都不让过。这天该不会再睡办公室了吧？在家睡呢。既然回家，干嘛不好好陪陪你，逛逛街，看看电影，也陪甜甜好好玩一玩？还窝在家里改稿子，就急成那样，在乎这2天？事业心强，这是一鸣的优点嘛。小米啊，以后别老顺着一鸣了，有什么事儿啊，就直接跟他提，别闷在心里啊。他这人呢，粗心。粗心啊，分跟谁？小米啊，你跟一鸣怎么了？年三十我看就不对劲儿啊。妈，您别瞎操心了，什么事儿也没有啊。妈，您锅上做什么呢？羊肉汤。嗨，我叫你看着呢，开了就关小嘛，你这。没事，刚干，兑点水接着炖吧。呀，甜甜怕冷，我说给喝点羊肉汤加热。你看你爸连个看锅都看不住。哎，一鸣随他爸呀，你说咱俩这女人怎么活得这么可怜呢？妈，您可不可怜。我爸是不会干家务，可是您那儿忙活的时候，我爸老守在旁边给您剥个葱啊，递个碗啊，看着都让人眼热。小敏呐，肯定有事儿，给妈说说看。哎呦嘿！小米啊，开门啊！你怎么吐了？没事的，妈，您忘了我闻不了那羊肉的膻味儿。哦，不会是吃什么吃坏肚子了吧？没事的。娜娜，我怀孕了。什么？你不是说周一鸣1年没碰你吗？还给我打埋伏呀！绝了，这简直就绝了！哎呀，人家倒霉总坟都冒青烟了，你这还笑得出来？这孩子来的正是时候啊，大不了当超生游击队，给他周一鸣生下来，看他怎么离婚。你有没有搞错呀？我现在这样怎么生啊？我跟甜甜还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呢。你给我保密啊！这岁数怀孕已经够尴尬的了，别弄得路人皆知的。你给我听着啊！现在千万别急着去医院流产，在家好好保胎，等他周一鸣来找你，跟他进行新一轮 PK。娜娜，我现在没有心思跟你开玩笑。谁跟你开玩笑啊？现在你俩是在离婚的战场上，不是你死就是他
现在这个孩子就是你手中最好的筹码。有了这个孩子，周一鸣前面用的心思全都白费了。偷偷摸摸了干嘛？又不吱一声。这是我家，我进出还要向你喊报告。你拿这当家了吗？在你心里，这连旅馆都算不上。我不是来吵架的。你把衣服穿上，我跟你谈谈。我是你老婆，老婆跟老公谈话还得更衣啊。你会感冒的。有什么话你说吧，我听着。你想好了吗？是打算协议离婚，还是拖到2年以后上法庭？你得失忆症了吧？我们分居了吗？王小米，现在是21世纪。法院不会看着2个人过不到一块儿，愣把他们绑在一起。这跟判无期徒刑有什么两样？我不管吴娜娜跟你说什么了，我们分居是事实吧？感情不和也是事实吧？那我肚子里的孩子打哪儿来的？我也不是圣母玛利亚，不能全靠意念就能怀孕啊。你说什么？